里面是结着冰啊，能看到这些草莓的叶子上都是冰。又到了一年当中极寒的天气。洛阳前天下雪了，也就是在阴历小年的这一天。今天是虎年的腊月25，雪没有化。现在上午11点钟，大晴天。目前的温度是在零下4度啊，跟在北方的地区来比，温度不算低。但是在我们洛阳来说，白天温度大太阳还有零下4度，已经是很低了。因为去年下雪，上这个棚膜的轴断了。有这个教训之后呢，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不敢上棚膜了。这些被子还都是冻着，所以这个大棚膜要往上卷的话，还会有断轴的风险。我只能把它扒拉开。咱们今天就趁着冬闲啊，大概看看我这院子里面草莓的情况。很多朋友们问我有没有草莓苗，草莓苗是有很多啊，各种的草莓，但是因为天太冷了，虽然他们还是在所谓的健康的活着，但是没有达到可以卖的条件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卖。这是香野，这个是红颜，那是天使 A1，那个是淡雪，这是盆栽的京郊小白，这个是盆栽的香野，那前面是雪兔，反正各种各样的草莓。这是黑珍珠，也就是真红美龄。这一排排的十方也都是各式各样的品种啊，这些五花八门，白雪公主、张姬、小白，这是佐贺清香、桃熏、越秀，这些全部都是天期。这个棚子里面因为已经有2-3天没有见光了，室外零下4度，没有阳光的情况下，室内也就是接近于0度，所以这些草莓也就是在活着的边缘。能看到啊，我们这是流滴膜，但是因为高湿度情况下，它已经开始变成滴膜了，一滴一滴的往棚子里面滴水。为了避免这些水直接滴在草莓的叶片上，同时也是为了升高温度，我们在这个棚子里面又搭了小拱棚。今年确实是因为照顾这些小苗子，关棚关的比较晚，11月底才开始关大棚膜，所以这些草莓长得比较晚啊。有些朋友说你到现在还没有吃上草莓呢，确实是。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，我比较喜欢的银白啊，它在成熟的时候有一个像钢琴一般的荧光的粉粉的颜色。这个草莓口感特别的好，甜度特别的高。虽然里面的湿度比较大，但是我还是必须要把它们给遮这样的小棚膜，需要保温。这会儿湿度大，但是温度比较低，所以它们得病虫害的几率会比较低。这个也是早熟，可是到我这儿没有变成早熟的白蜜香。这个果子已经是不小了啊。这些头果如果彻底成熟的话，它们应该是能超过30-40克的。这里面的都是黑珍珠，也就是咱们大家都喜欢的真红美龄。这些是去年11月底做的今年的种苗。这里面是雪兔啊，没长大，但是有一些已经结果了。这一颗呢，这一颗回头要跟大家做仔细的分享。这一颗是我2022年4月20号紫播的天使7号。很多人说紫播会不会变异啊？这个今年跟大家来做分享。这是在下面已经长的须根了。现在在这个棚里面看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棉被没有办法卷起，所以只能把它扒拉开，从缝隙里面让阳光进来，给它们补点光。毕竟是3天没有见光了啊！种草莓硬件设施环境非常的重要，你就是再会种草莓，没有硬件的环境你也种不好。像这样没有光就不行。
因为我们前年接的这个农场，它的棉被已经用了很久了。另外一个，它的棉被特别的薄，所以在今年，也就是2023年，一定要把这个棉被换成加厚的棉被，这样才能有效的去保温。另外一个，棉被要改成防水防雨的棉被，要不然像这样的冬天下雪了，棉被被打湿，卷膜器没有办法正常的卷起来，所以就是有太阳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让草莓全部的见光。有些朋友说小盆子能不能种草莓？是能，但是你要把这么大一颗草莓一直种在这样一个小盆子里面，它是不会好好长的。这个佐贺清香我也是一直没有管，湿封的它也能开花结果，但是是不是它就长不好了？因为它的空间实在是太小。之前跟大家拍视频分享花授粉的就是这一批，他们在这么冷的天还在开花。现在虽然棚内大概就是0度左右，可是我的这些花因为之前保温还可以，还是有花粉，也能授粉开花结果，但是经常的被打湿，像这朵花一样，能看到这个花瓣上落的有花粉，但是它绝对不会授好粉。这个一直没有密封，但是这颗果我们能看到坐住了，而且还是比较规整的。咱们现在去室外看一看，这些是我去年11月底、12月份种的芍药和牡丹。芍药在里面趴着保暖，牡丹的花枝就在这儿，这个就是今年4月份左右可能会开花的花苞。这些可都是草莓啊，而且是小草莓苗，它们已经被雪覆盖了2天，现在周围的雪已经化了。这些是大一点的苗，已经全部变成了伏地魔。随着11月开始温度逐渐的变低，这些草莓本来的长势是比较壮网的，甚至是带着很多花苞的，而一直持续的降温，这些花和果也冻伤冻坏了，所以它们根本不会膨大。包括有些朋友在室内一样，你的温度低于了5、6度，这些果子势必会变成浆果。看这朵花已经彻底的冻成了黑色，这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，你就是有花，它也不可能开花结果呀。这边本身是我的菜地啊，今年打算在这个位置做一个小拱棚，种番茄，在那个位置也搭一个小拱棚，种西瓜。这些是保留的一些盆栽啊，房顶上还有1、2千棵盆栽，这是在地下的。我们拿了一个塑料布给它蒙起来，咱们今天趁着在雪后看一看这里面现在什么样。里面是结着冰啊，能看到这些草莓的叶子上都是冰，因为这个是直接跟空气接触的，所以外面是冰，里面肯定也是冰。这些草莓，来看看这个草莓，它还在吐水，而且它吐的这个露珠基本上也都快冻成冰了。但是这些草莓呢，虽然在外面的温度晚上在零下7、8度，它们就仅仅的是隔了一层塑料薄膜，也是有一定的保温作用。这些地之前已经是翻了翻，因为冬天把这些土冻一冻，它们会更加的疏松。这些是之前用的老基质，我把它在春天的时候一起搅拌进去，会增加土壤的透气性。这一型呢就没管，之前种的是银白啊，这个银白老苗还在这儿，能看到它们也是冻的差不多了，完全跟外界直接接触。而它的中心叶片还是这样顽强的挺立着，没有像其他的老叶片伏地啊。草莓也是比较耐寒的，经过我这2年的一个实验和对比呢，我们这儿的温度极低的是在零下13度到15度，它们在零下13度到15度这样一个低温，在露天的情况下还是能存活的。所以大家在你们本地种草莓的时候，如果仅仅是让草莓过冬而不是开花结果，就算你的极低温在零下的15度左右，地栽的话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草莓应该也是
能顺利果冻的。这一片呢，没有记错的话，全部都是菠萝莓。菠萝莓按道理来说跟野草莓应该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它们比那些我们经常种的日系草莓应该更耐寒一点。这些是7方啊，这些草莓在7方里面，这么小的一个盒子，你应该能想到这么小的体积，在室外低温能达到零下10度的时候，直径在7公分，就算它再好的机制也会全部冻透。这个之前我看过啊，他们已经冻得像冰激凌一样，全部是敲都敲不动。现在被雪覆盖，反倒是有一定的保温作用。这些咱们就再看看来年的春天，它们表现怎么样。话说已经到了虎年的岁末了，寒冬已至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再过1个多月，春回大地，我们又到了该种草莓合适的季节了。这对面的一片土地是我们刚拿下来的，之前我们种草莓都是在摸索的阶段，到了2023年今年，我们需要设施化的栽培，会做更多的关于种草莓的分享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